Hello，大家好。昨天，多伦多城市化市场研究公司发布了2020年公寓市场调查。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多伦多市2020年近9000套新公寓的销售创下了近15年来的新低。在大多伦多地区，共管公寓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%，至18247套，这是近8年来最低的销量。比近10年的平均水平21421套下降了15%。最新的数据还显示，2020年第4季度新公寓销售了4642套，同比下降了43%，比近10年第4季度的平均水平5960套下降了22%。尽管如此，创纪录的第3季度使下半年的总销量达到了11031套，这个数字高于近10年下半年的平均水平10491套。去年疫情爆发后，随着城市居民离开空间小、房价难以负担的市中心房产，他们到郊区购买空间更多和房价更容易负担的房产。这是城市居民第一次大规模对城市高房价选择用脚投票。在公寓市场，大多伦多地区的905地区首先成为对买家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。随后，在2020年售出9288套之后，905地区的销售面积占新公寓销售的51%，首次超过一半。城市化市场研究公司说，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3高的年度总销量，仅次于2019年的10842套和2017年的11531套。而多伦多市的新公寓的销量在2020年下降了38%，降至8959套，创下15年来的新低。因为相对可负担的房价，去年公寓的销售活动加速向905地区转移，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21年持续下去。在905地区，未售出的库存同比下降12%，至3718个单位。基于2020年的销售量，相当于4.8个月的库存。在多伦多，未售出的库存较2019年底增加了1.4%，达到了10083个单位，相当于13.5个月的库存。2020年，大多伦多地区推出的单卧室和开间公寓占比从2019年的53%上升到60%。2020年，大多伦多地区的新楼盘平均面积从715平方英尺下降为688平方英尺。有意思的是，多伦多市的新楼盘面积从2019年的676平方英尺增加到2020年的706平方英尺，而905地区的新楼盘平均面积由735平方英尺下降到690平方英尺。尽管大流行使经济陷入停滞，但它未能减缓去年大多伦多地区的建设速度。新公寓的开工量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水平，达到了26662套，比2019年增长了9%。与此同时，新竣工的共管公寓数量达到创纪录的22473套。截至2020年底，大多伦多地区在建的共管公寓数量达到创纪录的81029套。几天前，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到2020年10月份，出租物业拖欠租金超过 1.5 亿加元，超过12万5千名加拿大人拖欠租金，其中近1/3位于多伦多，有34858个出租单元被拖欠房租，约占到出租总量的 10.68%。也就是不到10套出租房产中就有1套拖欠房租，拖欠的租金总计约为5473万加元。与此同时，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在出售市场，2020年第4季度新上市的房屋数量为12298套，比2019年第4季度增长了惊人的 91.9%。供应量增加推动了多伦多公寓平均售价同比下降 2.4%， 至64万044加元。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受到的冲击最大。去年12月，共管公寓库存量比去年同期暴增了 219%， 房价下跌了 9%。在出租市场，
多伦多公寓空置率飙升至50年来最高水平。2020年第4季度出租的共管公寓有12584套，与2019年第4季度相比，增长了 131.6%。由于租房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议价能力，平均租金也有所下降。一居室的公寓租金比上年同期下跌了 16.5%， 两居室的平均租金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14.5%。库存量暴增，销售量骤减，空置率飙升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更大规模的供应冲击还在后面。这是否意味着多伦多公寓市场的泡沫即将破裂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